如果你也曾经半夜3点惊醒，一看时间，不禁懊恼，怎么又是这个点？明明感到疲倦，却再也睡不着，只能睁眼直到天亮。有人戏称凌晨3点是鬼门关开的时刻，难道老是这时候醒来，真有什么玄机吗？其实，科学和医学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医生更提醒，当你半夜早醒后，有3件事千万别做，否则只会让失眠雪上加霜。此外，我们还准备了3个巧妙的方法，教你在5分钟内重新入睡，一觉睡到天亮，效果好到比安眠药还管用。想知道是哪些秘诀吗？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，为什么偏偏是凌晨3、4点容易早醒？这背后涉及生理规律和年龄因素。一般人的睡眠周期并非一成不变，一晚的睡眠通常分成几个周期，前半夜深睡眠较多，后半夜 REM 快速动眼期和浅睡比较多。到了凌晨3点左右，往往是经历数小时睡眠后进入较浅的阶段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醒来。此外，人体在夜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变化，例如褪黑激素在深夜达到高峰后会逐渐下降，而皮质醇、压力激素通常会在凌晨后开始升高，为清晨的觉醒做准备。如果身体核心、体温提早上升，激素节律提早启动，就可能在凌晨3、4点把人过早唤醒。年龄也是关键因素之一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分泌的褪黑激素和生长激素逐年减少，睡眠变得浅而断续，老年人特别容易半夜醒来。一项针对国内多地的调查发现，超过1/3的老年人有失眠困扰。很多长辈以为人老了睡得少很正常，其实早醒睡不够并非单纯的衰老现象，而是可以改善的问题。从6岁开始，我们每10年的平均睡眠时长都在缩短，但即使上了年纪，每晚至少6小时的睡眠还是需要的。如果你经常凌晨早醒后再难入睡，导致白天精神不济，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历史上半夜醒来并不罕见，在没有电灯的古代，人们常日落而息，天亮而起。其实很多人晚上是分2段睡的，古书里有第一睡和第二睡的说法，晚上先睡3、4个小时，半夜自然醒来活动一阵，再接着睡第2段觉。在那个时代，半夜醒来1、2个小时被视为正常，有的人用这时间祈祷、冥想、写作，然后继续睡到天明。所以如果你偶尔半夜醒来，不用过度恐慌，我们的祖先也这么干过。然而现代人大多习惯一觉睡到天亮，半夜醒了还睡不回去，就会觉得紧张焦虑，这种焦虑反而让大脑越来越清醒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通常凌晨早醒多半与心理压力或生活习惯有关，但如果经常固定在3、4点醒，而且长期如此，就要留意身体发出的警讯。医生指出，半夜总在固定时间醒，有时可能暗示某些健康问题、情绪与精神问题。焦虑和忧郁倾向往往会导致晨醒型失眠，特别是忧郁症患者常在清晨3、4点就醒来，醒后感到情绪低落、胸闷，对新的一天充满绝望感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提前醒且伴随莫名的心情沮丧，请不要忽视，这可能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求救信号。肝脏与中医观点，中医理论认为，肝主疏泄，半夜易醒和肝的状况息息相关。每天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段，此时肝脏应该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来进行解毒和修复。如果肝血不足或肝火旺，人就难以在这段时间熟睡，可能会辗转反侧，甚至闹梦惊醒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肝血亏虚，半夜容易醒就是这个道理。常见的表现除了早醒，还可能有睡前多梦、夜间磨牙、说梦话，或者凌晨2、3点肝区隐隐作痛。中医强调养肝血，避免熬夜、生气，以改善这类早醒问题。夜间频尿问题，如果你是因为想上厕所而在凌晨醒来，而且一晚不止起夜1次，那就要考虑泌尿系统和代谢问题。男性可能与前列腺有关，或女性膀胱过动症。另外，肾脏功能不佳的人夜尿增多也很常见。还有糖尿病患者，因为血糖调节异常，往往夜里口渴爱喝水，尿也多，结果反复跑厕所影响睡眠。
如果近期出现不明原因的口干、多饮多尿，甚至体重下降，务必检查血糖。总之，频繁的夜尿既是早醒的原因，也是身体可能有状况的求救讯号。呼吸与心血管，半夜醒来时，如果伴随胸闷、心悸、喘不过气，要警惕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，像冠心病、心律不整患者，夜间迷走神经兴奋会让心率更慢，心脏供血更不足，容易在凌晨出现心悸、胸痛，把人惊醒。还有胃食道逆流，常在夜里发作，胃酸倒流刺激喉咙，引发剧烈咳嗽，导致惊醒。如果你睡觉时打鼾严重，伴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那你其实是在反复憋醒，每次都可能在半夜突然喘口气醒来而不自知，导致整晚睡眠支离破碎。这些潜在疾病都可能藏在反复的凌晨早醒背后，不可不察。当然，别听了这些就草木皆兵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凌晨早醒并不是重病的信号，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还有其他症状，以及这种情况的频率和持续时间。如果只是偶尔1、2次半夜醒，没有其他不适，就可能单纯是压力或作息问题。但如果每周3天以上半夜早醒，连续1个月以上，白天又觉得疲倦、注意力差，那就建议咨询医生，找原因，对症调理。了解了早醒的成因和可能的健康联系，我们再来谈谈重头戏。当你半夜3、4点突然醒来时，有3件事绝对不要做。许多人就是因为不小心犯了这些错，结果一夜无眠。现在就为大家揭晓这3大地雷是什么。第一件事，千万别看时间，这听起来很反直觉。半夜醒来，本能就是看看几点了，可这正是让你彻底清醒的元凶。想象一下，你迷迷糊糊睁眼，本来还有点睡意，但一看时钟，发现现在是3点30分，离闹钟响还有不到3小时，顿时焦虑涌上心头。怎么办？只剩几个小时可以睡了。这种焦虑会让大脑迅速兴奋，开始计算剩余时间，懊恼自己的失眠，结果睡意全无。医生指出，时钟焦虑是维持性失眠的一大原因。看了时间后的心理压力，会触发脑中交感神经兴奋，心跳加快，甚至分泌肾上腺素，身体进入紧张备战状态，哪还睡得着？所以最聪明的做法是把房间的钟拿开或转过去，不要让自己看到时间，就算醒了也别管几点，闭着眼睛保持放松，降低对时间的关注，才能避免焦虑加深。许多过来人分享，自从床头不放手机、不看时间后，反而更容易再次入睡。所以记住，午夜醒来第一个不要做的就是看时间。第二件事，千万别玩手机。在这个智能手机不离身的年代，多少人半夜睡不着就开始滑手机，这绝对是让你清醒到天亮的最快方法。手机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强烈抑制褪黑激素分泌，把你的生理时钟误导成已经早上了。哪怕只是不经意看一下讯息，刷一下社群，短短几分钟的亮光刺激都可能让大脑醒过来。而且手机里的内容丰富多彩，更让人欲罢不能。一开始你可能只是想看看现在几点，结果看到讯息又忍不住点开新闻或视频，一条接一条看下去，不知不觉间半小时、1小时就这么过去了，离天亮更近了，人也完全没了睡意。更糟的是，半夜刷手机常看到劲爆的新闻或让人心潮澎湃的内容，情绪一激动，大脑更加清醒。有研究指出，睡前或夜里使用电子屏幕设备，不仅难以入睡，睡着后也容易断断续续。所以务必记住，半夜醒来时，把手机扔一边，千万别打开它来杀时间。最明智的做法是在睡前就把手机放远一点，或者开启夜间模式，护眼绿蓝光。如果实在睡不着，想消磨时间，可以选择柔和灯光下翻翻纸书，而绝不要拿起你的手机刷屏。第三件事，千万别大量喝水或吃东西。半夜醒来口渴，是很多人会遇到的情况，适当补充1、2口白开水无可厚非，但一定要节制。这里医生特别警告，不要一起床就猛灌水1大杯，更不要吃宵夜或甜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半夜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喝太多水会迅速增加肾脏负担，没过多久膀胱就会抗议，
你可能刚睡着又被尿意憋醒，得不偿失。而摄入甜食或重口味的宵夜更糟，糖分会干扰血糖平衡，引起血糖飙升后反弹性下降，可能让你之后更不舒服。油腻食物难消化，躺下后还可能引发胃食道逆流，刺激喉咙咳嗽，直接把瞌睡虫赶跑。还有些人半夜醒来，干脆跑去抽根烟，喝杯酒，想借酒劲再睡。其实酒精很快代谢掉后，反而导致反弹性失眠。尼古丁则是刺激剂，让神经更加兴奋。总之，半夜醒后，别让胃肠过度工作，也别让膀胱过度充盈。如果口干严重，可以小小抿2口温水润喉即可。尤其临睡前，就该避免大量喝水和进食，以免半夜容易醒来。如果你经常因口渴醒来，检视一下晚餐是否太咸或有没有血糖问题。半夜最好不要吃喝，让身体保持安静的状态，更有利于重新入眠。小结一下，看时间、玩手机、狂摄入，这3件都是半夜醒来的大忌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让大脑和身体更加清醒或兴奋，从而彻底赶跑你的睡意。我们要尽量避免落入这3个陷阱，才能为重新入睡创造良好条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不看时间，不玩手机，也不乱吃喝，可是就是睡不着，怎么办？别急，下面就要传授给你3个妙招，帮助你快速找回睡意，比吃安眠药还管用。当你排除掉干扰，安静躺在床上，却依然脑子清醒，睡不着，不妨试试以下3个方法。这3个妙方结合了科学和中医的智慧，在睡意全无的夜里，或许就是你打败失眠的小秘密。每个方法都很简单，坚持5分钟左右就可能出现效果。妙方1、4、7、8呼吸法，慢慢深呼吸找回瞌睡虫。这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助眠呼吸技巧，也被称为睡眠呼吸操。具体做法非常简单，首先用鼻子吸气4秒钟，让腹部微微鼓起，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，感受空气停留在肺部，最后用口慢慢吐气8秒钟。吐气时，旁佛要把肺里的气完全排空，如此为一个循环。刚开始练习时可以缩短比例，但保持吸、憋、吐等于4、7、8的节奏比例，重复做4个循环以上。这个方法的原理是透过延长吐气时间来刺激副交感神经，让身体进入放松模式。同时，数秒的过程也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杂念和焦虑感自然减少。很多人发现做着做着，还没做满几轮就迷迷糊糊又睡着了。想象一下，你在慢慢呼气时，旁佛把全身的紧张都吐了出来，心跳也随之放慢。478呼吸法被誉为安眠呼吸法，不止半夜醒来适用，平时入睡困难或紧张焦躁时，也可以用来放松心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初学者可能憋气7秒有点久，可以因人而异调整。但重点是吐气务必比吸气长，才能有效诱发困意。下次在半夜睡不着，不妨躺平后闭上眼，来几轮4、7、8呼吸，或许瞌睡虫就会悄悄回来。妙方2，肌肉放松术，握拳放松，助你秒睡。很多人睡不着是因为身体其实还处在紧绷状态，我们可以运用渐进式肌肉放松的方法来解除身体的警戒。最简单的技巧是握拳放松法。平躺在床上，双手握拳并且用力握紧，持续10秒，感受臂膀肌肉绷紧，然后突然放开拳头，同时想象全身的紧张都随着张开的手指一并释放了。休息约20秒，感受手臂放松的状态，如此重复握紧，松开几次，可以明显缓解肌肉的紧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将这种肌肉放松练习扩展到全身，从脚趾开始，依序绷紧小腿、大腿、臀部、腹部、肩膀、颈部的肌肉，各停留数秒再释放，像扫描一样把全身肌肉都放松一遍。这种渐进式放松技巧常被心理治疗师推荐给失眠患者，效果相当不错。特别是在半夜醒来后，大脑容易反复思考杂事，这时你与其胡思乱想，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上，一节一节的放松肌肉，透过感受自身的肌肉由紧到松，心思也就慢慢沉静下来。很多人做到一半，甚至还没轮到全身肌肉都放松完，就已经不知不觉再度睡着了。如果你不想数数字，可以在心中默念放松口令，例如
我的双腿很沉重，很放松，我的呼吸平稳而缓慢之类自我暗示配合肌肉放松，效果更佳。试着把握拳这个小动作当作开端，你就能启动全身的放松开关，把自己重新送回梦乡。妙方3，穴位按摩法，启动身体的安眠开关。除了呼吸和肌肉放松，中医也提供了妙招来助眠，那就是按摩穴道。我们身上其实自带安眠开关，按一按，或许就能一键重新启动睡眠模式。这里要介绍一个简单有效的穴位——神门穴。神门穴位于手腕内侧，小指延伸到手腕的凹陷处，手腕横纹靠近小指那一端的中点。中医认为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的重要穴位，顾名思义，和安神有关。失眠多梦、心烦不宁时，常按神门有助于宁心安神。半夜醒来静不下心时，不妨用一只手的拇指轻轻按揉另一只手的神门穴，可以先顺时针方向揉压30下，再逆时针方向按揉30下，以有酸胀感为宜。两只手交替进行，大约持续按压3到5分钟。很多人会发现，在按摩过程中逐渐出现哈欠连连、眼皮变沉的感觉，这就是身体放松入眠的信号了。除了神门穴，其实脚底板的涌泉穴也是极佳的助眠穴位。涌泉是主扫肾经的起点，有引火归元之效。你可以在床上屈膝，伸手搓揉脚心、涌泉穴各2分钟，感觉脚心微微发热即可。这有助于引导头部的扶阳之气往下走，减轻烦躁、失眠。另外，耳朵上也藏着一个安眠药穴——耳穴神门，位于耳朵三角窝内侧，轻轻按摩耳甲腔附近的凹陷，也能平降心火，促进睡意。总之，善用我们身上的穴位，就像找到了身体自带的睡眠按钮。当你半夜清醒难眠时，试试揉一揉这些部位，往往能慢慢感到全身松弛，睡意再次涌现。以上3个妙方可以单独使用，也能结合起来。例如，你可以先做几分钟深呼吸，接着握拳放松全身肌肉，最后按揉神门穴收尾。在这过程中，环境要保持舒适，关闭刺眼的灯光，只留柔和的小夜灯，或干脆黑暗中操作。如果环境太安静，反而胡思乱想，可以播放轻柔的白噪音或舒缓音乐作为背景。有些人半夜醒来会翻来覆去，越躺越烦躁。其实若躺了超过20分钟，仍毫无睡意，不妨短暂离开床铺，换个环境放松一下。例如坐到客厅沙发上，在昏暗灯光下阅读几页枯燥的书，或闭目静坐一会儿，等明显觉得眼皮发沉了再回床上。这也是专家建议的20分钟法则，避免在床上强迫入睡，导致床铺与清醒焦虑产生负面连结。记住，床铺只留给睡觉和放松，千万别在床上玩手机生闷气。培养良好的睡眠环境连结，长远来说能改善整体睡眠品质。掌握了不该做的事和助眠妙招，我们最后来谈谈长期改善睡眠的小建议。毕竟1-2次用技巧救急固然好，但更理想的是根治凌晨早醒的烦恼。以下几点日常习惯让你远离失眠困扰：规律作息，固定起床时间。很多人周末喜欢补咪到中午，但这会打乱生理时钟。试着每天固定时间起床，就算前一晚失眠，也不要赖床太久。白天保持适度活动，到了夜晚，身体更容易按照习惯困倦。建立睡眠起床的节律后，凌晨乱醒的几率也会降低。白天多晒太阳，晚上营造黑暗，日间充足的阳光照射，能调节褪黑激素的分泌节奏。白天多活动，多见光，晚上就会分泌出更多褪黑激素，诱导睡眠。相反地，晚上睡前1-2小时开始，就应该减少强光和电子屏幕，让环境渐渐昏暗，这是在提醒大脑该睡觉了。有研究指出，白天多接触自然光的人，夜间醒来的次数明显较少。睡前放松身心，打造仪式感，可以在睡前安排一套属于自己的放松仪式，例如泡一盆温水脚澡10分钟，练习几组瑜伽拉伸或静坐冥想5分钟，然后再上床。有人习惯听轻音乐或 ASMR 催眠声音入睡，也是不错的方式。重点是让身体和心理都提前进入宁静状态，切忌带着白天的烦恼上床，
也不要睡前还处理繁重的工作或激烈的脑力活动，否则大脑停不下来，半夜很容易醒。避免睡前刺激物，咖啡、茶、可乐等含咖啡因的饮料，下午过后就应该少喝，至少睡前6小时内不要摄入。尼古丁同样是刺激物，最好戒烟，或至少避免在晚上抽烟。至于酒精，尽管有的人觉得小酌能助眠，但事实上酒精会干扰睡眠结构，让后半夜浅眠易醒，所以睡前别喝酒。睡前太饱或太饿都不好。晚上7、8点之后，尽量不进食大量难消化的东西，保持一个平和的生理状态入睡，才能一夜稳定。调整心态，不怕偶尔失眠，越害怕失眠，反而越容易失眠。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有睡不好的夜晚，偶尔半夜醒来，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与其紧张，完了又醒了，不如淡定面对，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就当清醒放松一下。很快我还是能睡着，心态放松了，反而更容易再次入睡。白天也不用过度纠结昨晚睡了几个小时，越计较睡眠，晚上心理压力越大。学会顺其自然，反而能逐渐改善失眠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凌晨3、4点早醒并不可怕，它可能是年龄增长或压力导致的正常现象。我们可以透过调整作息和心态来改善。如果半夜醒来，记住不要犯看时间、玩手机、乱吃喝这3个错误，避免给自己添乱。同时善用呼吸放松、肌肉放松和穴位按摩这3大神奇妙方，帮助自己快速重返梦乡。很多过来人分享，他们按这些方法实践后，确实大幅减少了失眠的困扰。有的人甚至惊喜地发现，不知不觉就能一觉睡到天亮，精神焕发地迎接清晨。比起依赖安眠药，这些方法更安全、更健康，长期而言也在改善你的睡眠质量。如果你或你的长辈朋友正被凌晨早醒所困扰，不妨试着按照我们分享的建议做做看，或许今晚开始，你就能和反复早醒说再见。希望每一位读到这里的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助眠妙招，从此睡个好觉到天亮。祝你今夜好梦，晚安。